大家如果觉得英文字幕有挡到中文字幕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关闭哦，这样就不影响观看啦。每当圣诞节来临，各大购物商场都会布置各种主题的圣诞装饰，而许多商店呢也会推出这个圣诞礼品来吸引民众的目光。然而，在24年前的圣诞节前夕，马来西亚却发生了一种悲剧。一名中学刚毕业的18岁少女叶丽群，本想着打工赚些零用钱，但却在上班第一天便遭遇不测。虽然警方只用了1天就抓获凶手，但最终案件的审判结果却让人感叹命运弄人。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1996年12月16日这一天，芳龄18岁的大马少女叶丽群利用假期与2名好友前往吉隆坡燕美园一家公司当临时的推销员。这是叶丽群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而且不久后她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一向乖巧懂事的叶丽群知道家境不是很好，于是想着利用假期打工赚些零用钱。他也知道父母很疼爱他，因此当他应征了推销员这份辛苦又得往外跑的工作，因为害怕父母担心，所以没有坦言相告。但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将在上班的第一天彻底结束。事发当天，公司让叶丽群与2位好友分别跟随同事沿路推销这个圣诞礼品。而向来很有分寸的丽群如果不能准时回家，都一定会事先通知家人。可是这天呢，他工作到了傍晚6点多都没有回到家，家人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叶丽群的父亲眼见爱女这么晚了都还没回家，开始担心起来。于是他连忙打电话联络和女儿一同上班的另外2位同学，这时才得知丽群在打工的事情。与此同时丽群的2位好友也感到愕然，因为照理来说，丽群应该已经回家了。晚上的10点多，叶父接到了一名保安打来的电话。这名保安声称他在半山巴马来亚银行金融大厦工作，并且在该金融大厦的6楼发现一些内衣裤还有个人物品。于是他便依据作业簿上的联络号码打过去。叶父就快速的连同女儿的好友小丽赶到现场。在保安人员的带领下，叶父在金融大厦6楼发现了爱女当天出门时携带的袋子，现场还有被扯烂的内衣裤、1件短裙和1双鞋子，那正是女儿的衣物。更让他惊讶的是，内裤上还沾有一些液体。此时的叶父见状，意识到女儿丽群可能遭到了不测，于是便疯狂逐层找人。但由于大厦太大了，短时间内都很难找到丽群，因此呢，他要求该名保安人员协助报警。当好友小丽到达4楼时，发现角落处似乎有个人趴在地上，他立即喊来叶父。叶父靠近一看，发现那正是爱女丽群。可怜的丽群被发现时，全身赤裸成沫状，后背、臀部、脸部有淤青，部分淤青已经发黑，头上缠着他所穿的褐色上衣，眼睛暴突，身上都是血印和污渍。不敢相信眼前景象的叶父拼命呼喊着爱女的名字，并用手捶击心脏，试图救活爱女。然而丽群已经手脚冰冷，没有任何反应。随后警方赶到事发现场进行调查。此时警方也发现叶丽群当天所穿戴的金项链金戒指全都不翼而飞。经过法医报告证实，叶丽群是被人勒死，而且在死后还遭到了侵犯。第二天，警方前往丽群上班的公司进行调查。当天带领丽群沿路推销礼品的物役男同事阿迪拉照常上班，他是最后接触过丽群的人，理应第一个盘问他。在盘问过程中，阿迪拉眼神游离不定，说话吞吞吐吐。警方随之对他加大审问力度，最终阿迪拉心理防线被攻破，并将实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他说自己与另一名男同事带领丽群到半山巴推销礼品，半途中这名男同事临时有事提前离开，留下了他跟丽群。他见丽群单纯又美丽，又见她身上佩戴金饰，于是心生歹念。
当他把利群诱骗到金融大厦6楼的仓库后，便报警利群和试图强吻他。当时的利群害怕极了，不断高声求救，所以他就勒住他的颈项，直到利群没有再发出声音，然后他就脱掉他的衣服，对他做出无耻行为。阿迪拉过后还拿了利群穿戴的金饰品，在一间当铺典当，并拿到了250令吉。事发后，阿迪拉还回到现场，打算搬走利群的遗体，但见到利群的惨状，双眼暴突，他吓得不轻啊，于是跑回家找到自己的室友，跟他说明这一切，还要求室友帮忙将遗体弄走。而这位室友竟然也答应帮忙他，这实在是让我太费解了。随即两人合力将遗体抬进电梯，达到4楼。但这位室友因为过于害怕而突然逃走，留下阿迪拉一个人。无奈与恐惧之下，他唯有将利群丢在4楼，然后逃之夭夭。隔天，他还若无其事地继续上班，为的就是遮掩自己的罪行。同年12月30日，阿迪拉被提控上庭。在经过漫长的审讯，法庭最终宣判阿迪拉罪名成立。此时真相大白于天下，理应阿迪拉应该一命换一命。然而被捕时，他差1天才达到法定成年年龄，所以根据1974年少年法庭令，未成年的犯人必须由国家元首发落。最终，阿迪拉被判处送入少年管教所。可怜了正值花样年华的叶利群，却被他断送了美好的人生。恶徒却不能正法，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气愤。当年也有人指责叶利群穿得太过性感才会引起犯人的欲望，还说这样不是勾引人犯罪吗？这种说法不但对他的家人造成2次伤害，也伤害无数女性的人权和尊严。女性的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许多人提出各种看法和评论当中有不少本末倒置的言论。一些极端的人群不但无视问题的根源，还有连面把矛头指向受害者，恕我真的是不能接受。这不但不尊重受害者，更反映出男性主义的盲目与愚昧。难道女性穿得多一些就可以消除某些人对裸体和性的好奇心吗？就能打消某些人的欲望了吗？那叫女性待在家不出门，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案件发生呢？这本来就不是问题所在就像政客尝试转移民众的视线，不停地带你们兜圈，也停止不了人们对真相的欲望。无论学校老师再怎么教，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或多或少也一定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类似的案件有增无减，一次又一次的发生，都是纯属巧合吗？不只是马来西亚，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因为社会风气败坏所栽培出来的下一代做出这种可耻的罪行显然像叶利群这样的受害者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没有最惨，只会越来越惨。只有根治社会的病根，女性才能真正拥有安全和自由。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现在呢，我刚下班，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塞车哦。最近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少出门啦，要戴好口罩。即使有事情要出门也一定要严格遵守 SOP 哦。好的，唠叨完，说回正事，就是近这几期小南的悬案影片，大家有没有觉得收音的那个质量有比较好呢？如果是发音问题的话呢，还是要给一点时间我去继续努力改进的啦。因为现在也是戴着牙套维持器的关系嘛，所以呢，有些咬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标准啦。希望大家多多见谅还有一些观众也是觉得我的语速比较慢的话呢，那你们就可以调快这个影片的速度啦。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